我也太聪明了吧，这是人能想到的点了。然后那个两位留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案情他们可能考虑的还是简单了。 What？ 所以现在有2个跳单行为，他们都没有分清，只有我分清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对的，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钻牛角尖。你都没有提，我现在自己准备这个有意义吗？那你们就是对案情基本了解了吗？我了解这个直接相关的法条是民法典第965条吗？是什么条款？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就我可以跟你们大概讲一下，跟上次一样。他又去找黑板了。完了！两位，你不要找黑板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爱。这次是白板。我大概讲一下我个人对案情的理解。首先是很基本的一个案件，就是我们的当事人钱某，一开始是和中介 A 进行合作的，他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定金合同的。那我们首先就遇到第一个问题，这个定金合同它的定义是什么？在产生中介行为之后，又遇到了一个 B 中介。就可能去涉及到了这个禁止跳单条款，所以这个禁止跳单条款会不会使 B 中介和钱某之间的关系去产生一个违约责任？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关于他的那2个诉讼请求，一个是打赢那个官司，我们要确定他不是跳单。那不是跳单，我目前想到的是让这个合同条款无效，就算有效。也不符合，它不符合跳单行为。肖阳的那个表情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长出了一口气。就是你们现在大概对这个案情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我看了一个法条，就是刚刚说的民法典第965条，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利用交易机会、媒介服务，所以它不符合跳单行为的定义啊。他没有利用他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其实我们法律关系比较简单，一个是分析他是不是跳单行为就行了，第二个是那个金怎么返还就行了。结论还真的是对，就他的路径是对，但是他比较强势。一到合作的阶段，他就特别强势。对，平常都还好。需要喝点水吗你？我觉得有合作也有竞争吧。我们3个人只能有1个人能进。不想和 Kimberly 是竞争关系。目前 Kimberly 现在只有2个人分。你需要走了吗？我还没写完。我也没。写了多少3671。差不多吧。好喜欢写黑板，他是柱状图的忠实粉丝，画这种树状图。天
天哪 ，King 都加班到3点了，我天哪，3点半。你不是说他8点绝对不？你好了吗？我还有一点，我在写那个应对策略。嗯，你也别太晚了，早点休息，拜拜拜拜。那我就既可以从实体法上进行反驳，也可以从程序法进行反驳。实体法有3个点，第一个是不是跳单行为，退一步讲，就算是跳单行为，但我也太聪明了吧，这是人能想到的点了。就是他这种乐观也值得学习。我惊呆了，我惊呆了。我惊呆了，本来我对他有点信心，这句话一说完，我心立马揪起来。我害怕了，他让我害怕超级正反馈。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早安啊，文琪。早安，秋莹。这么早你在看什么呀？我在看这个英文资料。诶，旁边的是什么？这个是惠普星 Book Pro 14的惠小薇智能语音助手。它的双语实时翻译功能，在我看英语视频的时候，可以立刻翻译成中文字幕，很方便的。哎呀，惠小薇提醒我要去见委托人啦，那我就先走了。加油哦，拜拜，拜拜。早。早安。交呢？你打算交吗？你打算什么时候交？不知道，然后最后再看一遍。你写了多少？17页。17页？我才写了5页。你就别跟我们争吧。你们真的太可怕了，我是不是选错队了？17页。陈律好。陈律早。早。陈律早。陈律早。早。哟，眼神对上了，好吓人。就是这么刚好。隔窗180度，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还行吗？还可以。对。昨天做到很晚吗？我还行，但是 Kimberly 和梁威好像弄得比较晚一些。是吗？这么难啊？不是难，就是想做好一点，完美一点，没关系，做好了可以提前交。好，可以，我快好了。好，行。陈律，怎么样？我基本 OK 了，弄完了就发给我好了。我再完善一下。好的，行，好。我期待梁威他到底最后交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惊艳我一下？Kimberly，咱们发吗？发吧。Yeah， 发吧，17页 ，got。5分钟以后到我办公室，好吧？好。3份报告都收到，我都初看了一下。不能说特别的细，因为页数还比较多。你们2位都是12页的16页，肖阳是6页。应该说，就一份可以提供给客户作为直接分析报告的角度而言，谁呀？肖阳吗？不会是梁威吧？就整个这个事项，
以及我想达到的给客户可以拿去作为建议使用的分析报告的要求。有可能是 Kim 16页，这么慢啊？快点说。朱错营的报告结构相对比较完整。哇哦 ，Kim，Come on， 优秀。该讲的点都讲到了，包括像合同本身是否有效，以及结论性的意见，然后还附了比较完备的跟案例相似的他查找到的案例。就这2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再一个，在没有中国法基础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内，他把这个工作能做到相对比较完整和能够达到要求。其次，我们分析案情，得出结论，给客户的第一点，开宗明义。分析报告最重要的是结论性的观点。2位，如果你都是全文给我的一个都是在探讨可能性，我怎么给客户？是我昨天就仔细分析了一下，觉得还是有法律上的这个争议的。那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你给客户分析报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诉讼观点？而不是说假设于我跟你客户再来讨论。所以我想这样，以朱错营这份报告为基准，大家着力在一起修改一下，简单明了，直奔主题，有明确意见和相应的支撑就够了。然后你们可以相互协作一下，好吧？然后那个2位留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下。好，谢谢陈律。你接受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吗？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认为法律分析报告，它还是一个分析报告，就是我是站在偏中立的角度，给客户分析了不同，我给出了2条诉讼策略，对，然后不同的诉讼策略可能代表不同的诉讼风险，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客户一定选择权，因为我看他们只选了1条诉讼策略，我觉得太果断了。就是我觉得你有点把它弄得过于复杂，然后呈现给客户看的结果是有点抓不到方向。你现在不是要客户做其中一个点的最终的决断是 A 或者 B， 你是现在里面每一个点都有，我可以这样打，你选哪一种？我也可以那样打，你选哪一种？还是这个问题，你把问题退回给了客户。就是我希望拿到这份报告是可以直接给到客户建议的这么一份东西。你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的讲我们的意见是什么，是不是？这是一个最天大的问题，是不是？朱错营和这个肖阳都比较明确的讲了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可能我对法律分析报告的理解有问题。我昨天是觉得法律分析报告可能是更加基于中立的角色去分析各种策略选择之下的诉讼风险。可能您这里更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直接用去答辩章的，或者说代理意见的东西。可能我是就理解错了。好，那么接下去就看你们是否能相互的协作好，好吗？加油！就是还是不肯直面自己的问题，还是稍微的有点逃避。对，他有一点回避的。这是小明哥之前说他那个小倔强。他现在认认真真的看一下另外2份，会不会对他有触动啊？他真的只能自己从内部去突破，外部力量太难进入他了。对，他得把自己的调整了。只有他自己能捅破那层纸，别人都捅不破他。他要干什么？陈月，
我还想跟你汇报一下，就是关于我刚刚也把朱戳颖和那个肖阳的报告看了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案情他们可能考虑的还是简单了。What？ 就是他们主要考虑了2个东西，一个是它是否构成跳单行为，第二个是他们跳单条款是否生效。但是关于第一点是否构成跳单行为，它的那个法条规定是民法典965条，它的法条原文是这样的，说，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直接订立合同指的是直接和卖房的人去订立合同，而不是另行与其他中介订立卖方合同。所以本案中能不能适用这个965条其实是有争议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佣金，其实它是不能得到诉讼请求支持，而是应该适用合同中的关于跳单条款定义，所以它不是法定的跳单条款定义，而是约定的跳单条款定义。所以我是分了2条诉讼策略。第一条我是这样的，是我直接跟法院说，这个他的诉讼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因为它不满足民法典关于跳单行为的定义，只要能够主张他的那个合同中的跳单条款是错的，或者说不生效的，那我们就赢了。那如果法院不认定，我们才按照法定的跳单条款去打。好，法院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他们有可能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在判决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佣金，但是他还是判作佣金。所以我就说你想复杂了。首先，我们现在是应对的是他已经出现的事实，并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其次，他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或者增加别的诉讼请求，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不是现在我去做一个你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诉讼请求的一个应对。第二个，法院呢，我说的不告不理原则是现在原告提出的请求是依据的是一个跳单行为，法院不会绕开这个去处理一个你没有提出请求的请求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跳单行为存在2种，一个是民法典965条规定的法定跳单行为，第二个是合同条款约定的跳单行为。所以现在有2个跳单行为，他们都没有分清，只有我分清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好，你让我消化一下。好，谢谢了。被他震惊醒了。被陈律逼的，说你出去，我要消化一下。那梁伟你来。哎，来了。我也来吗？来也可以，一起听一下也可以。现在陈律叫了另外一个他的他要疯了，他气死了。哎，梁伟，你把这个简单事情弄得复杂化。你要注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事实啊，这是一份明显的、明确的是一份居间合同。居间合同的形式要件、生效要件是3方都要签字。对，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吧？那现在他没有签字，那么这份合同成立了吗？订立协议吗？没有成立。合同既然没有成立，那我分析的就是没有约定的这个概念了，不存在分析约定的跳单行为对我是否有效，约定的不存在，法定的也不满足，那我跟你讨论这合同上的条款有意义吗？解释清楚了，简洁直白，釜底抽薪。你谈的约定前提是合同要签，合同都没签，没有约定。肖阳满脸写着老师是这样。中介合同虽然是3方签字，但如果是一个委托合同，中介合同是包含于委托合同的，那只要2方签字就可以成立且生效了。那从这个角度讲，那你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方向上就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就是合同没有成立，条款对我当然无效，我只要考虑的是法定情形，而不需要考虑约定情形。多清楚啊，说的。这个合同是成立且生效的。因为它是一个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只涉及双方当事人。
我真的我都要吓死了，我都出汗了。多么希望我手出全是汗。多么希望他先不要说了。你再去回头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哇，这句话说出来其实已经有一点。可以看一下合同吗？他还在说。我去拿一份给。明确的上面是只有2方签字啊。肖阳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卖方根本没有签字啊，所以这里面的一切的条款对我没有约束力啊。它是委托合同。他先冷静听听。但如果要考虑到3方之间的一个中介买卖关系，那一定是要3方成立且生效的。陈律已经，我觉得真的脾气已经好了。那我先去。尬炸了，简直尬的。所以你坚持的是这份合同已经成立了，对我的当事人是有约束力。你认为它是一个代理关系，对吧？它现在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关系，我授权你去帮我看房，是这样一个委托关系。如果不考虑这个东西的成立的话，我觉得直接把这个合同给排除掉，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不利。他们都没想到这一点。他特别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他需要周边自己或者周围对自己的认可。太迫切了，这种。对啊，所以你就认为这个任何一个案子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对吧？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在给客户意见的时候，我们是要明确的是以一种观点面对。但是如果按他们的分析，是有2个不利于我们的点，一个是这个房屋信息是这个中介提供的，如果没有这个中介，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房。凭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公开的房源信息。是的，即使是公开的，但是是我通过他第一手了解的这个房。你在网上随便发的一个信息，我看到了，然后你也告诉我了，我从网上去看到了，你也不是独家的，凭什么说这个信息就是从你这里得到的呢？你是独家受托吗？你不是，所以就存在争议焦点。所以没有因果关系啊，冷静一点好不好？2位都冷静一点。你既然不是独家委托，我就跟你存在什么争议焦点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钻牛角尖。我们还得就事论事解决实际的问题，对不对？我昨天就是看了很多的，包括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研究深度还是可以的。梁同学，别再争了，我真的吓死了，先别说了，行吗？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案子上来。好，原告在他的起诉状中有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或者事实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个是一个独家委托？没有，所以那既然他没有，我为什么我要去回答他这些问题呢？刘律都听到了。哎呀，怎么又跟陈律杠起来了？对，那是不是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不是跟你做理论研究啊，我只要说结论，我是被告。我第一次看陈律急了，我的天！这个，我没必要在你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我先行进行抗辩。如果我存在，你提出来啊，你提出来我来辩驳你啊。你都没有提，我现在自己准备这个有意义吗？我们可以准备，但是也不必要现在在跟客户的这个回复当中立马去告诉他吧。好，别说了，真的，冷静，思考。可能我还没转变过来，不好意思，我就是没关系，专业的精神很好，专业的精神很好。那你后续再想想吧，不要在这里跟我讨论，真的，再钻牛角尖了，好吗？行。但他应该还是没有转变过来，他没有。
律分析报告它是一个中立的东西，我都是以比较客观的角度分析了每种情况的风险。他的那个意思可能不是法律分析报告，可能就是给顾客出了一个法律答辩意见。越攻击越捍卫，越坚韧。他现在已经深信不疑他的观点了。发生了啥？我觉得他有点抠词儿了。我也觉得他他抠的是民法典965条，他说的是直接订立合同，让他中间直接订立合同嘛。那也就是说，他想说的是，我不是直接，我通过了别的委托人。对。那这个是不是说绕开了这个中介？对。但是他这个方向你不能光抠这个词，你光抠这个词是没有用的。对，他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去了。刘律真的很善良，他一直在代入，在共情他的视角，他在想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提出。他应该是去道歉，我猜。希望他是去道歉。不能再说了吧？那个鼠标落这儿了。啊，鼠标。妈，吓死我了！估计陈律也吓了一跳。陈律自己紧张了一下，哎，咋又回来了？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的时间。我的天，双方的紧张。徐老师，我拜托您了，你救救我们，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两位同学有一种清澈的，不能说他清澈的愚蠢啊，就是一种清澈的执念啊，就很可爱。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合同的全貌，我们来大概去理解一下。我理解，其实这个买卖双方啊，曾经在 A 的这个撮合下，试图去签订一个房屋买卖定金合同。那么这房屋买卖定金合同上呢，有3方。买方、卖方，又出现了个居间方。刚才陈律在强调的是，在这个合同上，卖方没有签字。3方当中卖方没有签字，这个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不生效，不存在。对。但是，小梁同学在强调，这双方签字了，居间关系一定是成立的，而且他把居间关系认定为是一种委托关系。那这个情况啊，其他的我们就姑且不论，委托关系我一定不认可的，因为委托关系它什么概念啊？更多的像我们要当事人委托代理律师，你跟我之间是成立的委托关系。但是居间啊，我们这个路上看到的那些绿颜色那种居间合同，它其实有点类似媒婆，就是我给你提供一个介绍认识的途径对，搭个桥梁，哎，对。我介绍你们认识，你们俩坐下来谈一谈，你们愿意在一起，那我这个事儿居间服务就成了，那我就收起相应的居间费用。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显然其实买卖双方最后是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对。那不管你居间的这个委托有没有成立，但起码在你居间委托背后的这个买卖合同一定是没有成立的。是。当然了，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还有隐含的其他，他们另外讨论一点是不是一个独家委托，因为在公开市场行为，每一个中介方都可以提供这个交易机会。那谁最后双方这个接受的勾引的价格去促成了这个合同，这个居间方他有权收钱。那梁威的问题到底是在于他对这个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还是说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硬性的道理？就他到底是？我理解他在做一个论述题，在论述各种可能性。我是如何看待这种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可能引发的这个后续的纠纷跟分析点在哪里？论述。对。陈律的意见其实虽然叫法律分析意见书，但我理解他的目标是非常确认的。是。我要提供一个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明白。因为客户他是不具备这个专业能力去甄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做法律关系的甄别，你做利益的权衡，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出来的。你让他选择用哪一个诉请去起诉，这种情况下就强人所难了。因为我觉得梁威的状态就是他没有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为一个职场人。对。因为学生的生活的目标是非常直接和单一的，但是其实职场的很多的衡量标准它是很多维的。懂了。
小明哥都讲了嘛，要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他现在有点就是好像真的是对陈律在进行一个辩论，而不是说先让客户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他都不是对客户了，我觉得他自己好像陷入了一种状态，因为他一来他就是本科，他可能觉得落后别人一些。有些人在遇到自己觉得弱势的时候，他反而会故作强势和坚持，他会觉得我一定要坚守住，我也是可以的，他们都没有说到，只有我说到了，我不比他们差，请你肯定我这一点。有强烈的自信盖掉一点小小的自卑的那种感觉。他就是自信跟自卑的结合体，他用自信来去掩盖他的自卑。他现在特别像一个弹力球的心，海绵的心呢是属于我可以吸收一点，再挤出一点，但它就像一个弹力球，你越使劲弹，它反弹力越强。对，但是它不可能往里再进了，就它现在很难进去了。我感觉他其实有一点太想赢得这个项目的那个获胜了。他也很担心，毕竟他是0分嘛。对，就是我感觉他一直在提到一句话，就是这个报告里面我给出来了2条途径，但他们只给了1条，他们都没想到，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说了2遍，他们都没有。我觉得梁威他可能现在太走入这个所谓的一个赛制里面了，对，他太在意比赛了，对，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也投射到我们自己生活中，我发现无论是生活工作上，你反而全情投入的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忘记它可能是一个竞争，可能是一个赛制。也许你呈现的结果更加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就看你有多想要。真的想要过了一定线之后，就是容易有一种看起来像走火入魔的一个外部表征，因为关心则乱。你谋心过重，有时候就是容易动作变形。但我也真心的希望镜头前的屏幕，因为我知道梁威包括上一场，包括这场，在播出之后，我都能想象出一些弹幕可能有的评论。但我也还是希望，就每一个观众朋友也可以将心比心的代入一下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青年时间是不是也有这一段？身在其中其实是有一些遮蔽的。有过，你也有过？不，我觉得谁没有过呢？是我刚才自己也说自己也有了。因为我刚刚看的时候也很生气嘛，就梁威也不要太担心。如果你看到网络上或者弹幕有说，他们其实不是在说你，他们是在说曾经那个自己。我是气，是我看到梁威气啊，我就说不要，我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哎，也是这个傻样子，对。所以，我们期待22岁、23岁之后的梁威，在看完这一段之后，成长起来一个真正的更强大的他，而不仅仅是某种形式上的强硬。当然，我相信金靖的那段话，你要说到你心里去。外部世界、外部社会是会给你加压的，会用各种各样的名字，一年一度、一生一度，好像这一辈子好像就这么一次机会一样。这都是一些语言的游戏，都是一些文词的修辞，不必真正放在心里。人生不是一段一段、一点一点，人生是一段特别流动的、流畅的、不断向前的漫长旅程。不要在意这一城一地。好了。